嗨，大家好！最近一个中国的 AI 应用 DeepSeek 可是搞出了大事情了。就在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有睡觉，我就盯着这个股票看。英伟达它真的是最高的时候跌掉了17%，消失了5000多亿的市值，整个美股和 AI 相关的大概市值蒸发了有1万亿美元之多啊！这个呢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曾经很长的时间在科技行业，我也是一个科技爱好者，我是一个 AI 的重度使用者。另外呢，我对这个 app 很感兴趣，我在大马也是在投资美股的。当然昨天晚上我也是略微的有一点这个资金受损，因为我投资了一个有英伟达的 ETF， 那个股票跌的还是蛮惨的。话不多说今天我就把这个 DeepSeek 给找出来了，它到底好不好？它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呢？去分析它的算法啦，它的用了多少算力有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用了什么蒸馏这样的技术，没有太大意义，至少在我看起来意义不大。那么我想让大家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呢，是就干脆把 ChatGPT 我用的最多的，每个月再交$20 Pro 会员费的和 DeepSeek 把它们放到一起来比较一下，并且我们以普通生活在大马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让他来看看问题看看他回答的价值观怎么样，看看他对中国大马的认识到底怎么样，还有他是否幽默，中英文水平怎么样。我很有趣的准备了10个问题，大家会看到就在画面的中间，我已经写好了10个不同方面的问题，涵盖生活方式、价值观、娱乐、心理，再来对大马的了解。我会把这些问题粘贴复制到ChatGPT 和 DeepSeek， 让他们同台竞技，一起来比比看看他们给出的回答分别是什么。我们开始吧，就当是蛇年的一乐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我设计的问题我说假设你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把它 highlight 起来，一个朋友来询问你的意见。这位朋友呢今年40岁，其实就是2年前的我们。他和太太有一个10岁的孩子，生活在上海，刚刚从 COVID 中走出来，对生活感到压抑，他们想要去大马生活。给很长的这个 prompt 呢，是因为让他进入一个场景，知道自己的角色，并且限定他的回答。我说你会赞成还是反对？给出3条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注意不要模棱两可，要有鲜明的立场。那大概是在大马的原因吧，我发现 DeepSeek 它的答复没有想象中的快。那我把2个问题全部大家会看到已经贴入到了对话框我让他们一起来回答。我先让 DeepSeek 按这个 Enter， 再到 ChatGPT， 因为它的速度好像没有这么快双方都开始不隆不隆的开始回答了，让他们答完然后呢，我想来讲一讲我对 DeepSeek 的一点看法，非技术角度的看法。果然 DeepSeek 它后发，我刚才没有按下去，它回答的呢还是比较快的。我们来看看他们说的如何劝2年前的我，一个上海人对生活感到压抑，让他给3条，不允许模模糊糊的，一定要清晰的答案他说 OK， 他说作为一位值得信赖的导师，我会赞成你的朋友一家搬到马来西亚生活他首先是赞成，他给到3条理由，我们来听听看。第一，生活成本与质量
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尤其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就享受更高的生活品质了啊。那么他们如果搬到吉隆坡或槟城，他的住房会更好，而不必像上海那样承受高昂的房价。另外呢，马来西亚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缓解压抑，讲得不错啊。第一个是生活质量和成本，第二条他说的是国际教育与多元文化，他把这两个合并了啊。其实这两个点看他怎么说。马来西亚拥有众多的国际学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对孩子来说是个好机会啊，有各种各样的教育体制。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孩子可以接触到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培养包容的世界观。他这两个不同的点通过对孩子都有好处，把它结合到一起了。第三，他说更轻松的生活节奏与社区氛围。和上海相比，马来西亚节奏轻松，人民普遍友善，社区氛围融洽，有助于你的朋友一家从 COVID 带来的压抑当中复原。我觉得讲得不错啊，挺打动我的。其实也是我们频道经常鼓吹的吧。很好。那我们来看看 ChatGPT 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第一，改善生活品质与心理健康啊。我看一下，其实他这三条和DeepSeek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大致来看一下，改善生活品质与心理健康。因为上海的生活节奏让人感到压抑，而大马呢，生活节奏悠闲，有温暖的气候和友好的社会氛围，尤其对经历了 COVID 的家庭可能会缓解减轻，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也不错。但他我觉得比较敏锐的抓住了这个点把这一点呢给放到第一个。第二呢也是一样为孩子提供国际化的教育和成长环境。ChatGPT 也提到了像我们孩子的学校，他可能比较了解我觉得他说学校呢也是有多元化的文化和全英文的教育，对孩子比较有利。第三，更适合家庭生活的自然与社区环境。其实这一点和DeepSeek 讲的也是差不多。要我说的话呢，用语好像更加口头化一点，然后呢他会讲的更加的具体。比如他除了自然环境氛围，还提到说大马的饮食文化多样，中餐、马来餐、西餐都十分普及。总结，上海固然充满机会但是吉隆坡但是大马会生活节奏更加悠闲。他也是赞成的，这两个结论一样，给出的角度也是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个1:1吧，各得1分。好，朋友们，生活方式，我现在要给第二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假如你是另外一位导师，要给出与刚才完全相反的结论，怎么再给我3条理由？同时要考验他是否了解自己的上下文说了什么，让他能够学会批评自己给出的观点。我们再试试看就是在这里 highlight 的。好，一样的我这一次也想让 DeepSeek 先回答，看看我能不能按下去他要按2下，好，按下去了，一起下去了。他给出的回答的时间确实更快一点，也就是说思考的更短一点我忘了说ChatGPT 我用的是 4O 那 DeepSeek 呢就是免费的，应该是它的 V3 版本所以这两个应该是等量相当的吧。好快真的很快这个速度是让人惊奇的。那么没办法了，我们就先看吧。他说作为另外一名导师在这里DeepSeek 的回答他呢也会给到3条有力的反对你的朋友搬到马来西亚的理由。他说，第一，职业发展与经济稳定性。上海呢因为提供了很好的丰富的职业机会和高收入的潜力，那么搬去马来西亚呢就会面临职业发展不稳定。马来西亚的就业市场相对较小，对外国人的工作签证有严格的限制，可能会碰到
职业陷阱讲的没错啊，是职业瓶颈。好，第一职业。第二呢，社会支持与家庭网格啊，看他怎么说。他说呢，是在上海，你的朋友可能有朋友啊、亲戚啊，他们都会来支持你。搬到马来西亚会感到孤立无援，尤其在面对新环境的适应期，会加剧他的压抑。哦，他记住了，压抑是我的痛点，所以。他说这个会变得更坏，也不错，我觉得。第三，文化适应和语言障碍。尽管马来西亚是多元文化，但主要是马来语，日常生活中也用英语和中文，文化差异、语言的挑战还是有的。对孩子来说，学校需要适应。综上所述，留在上海确保了职业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文化等等等等。这些因素。对他们从 COVID 带来的压抑中复原是有帮助的能提升幸福感。这个回答老实说挺让我惊讶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DeepSeek， 我觉得讲得不错，而且考虑到了我的痛点，也不回避 COVID 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综合但是立场鲜明的一个劝导。好，那边我们来看看 ChatGPT 也好了。是在这里。如果您感到比较小的话呢，你可以用双指去 pinch 这个屏幕就可以把屏幕的这一块给放大的，好吗？这个我跟大家讲一讲，因为确实屏幕上集成的东西比较多。他也抓住了，他说我反对他们去大马的理由是什么他说首先适应的成本高，可能会削弱家庭的稳定性上海搬到大马有身份的转换、生活的便利等等，带来一些适应的不良反应，尤其对10岁孩子的心理会带来负面。这个也挺触动我的，好像有戳到我第二，教育质量和对不起。第二呢，是教育质量和长远规划存在风险。虽然大马有许多的国际学校，但是呢，和上海顶级的还是有差。第三是职业和发展机会的局限性。他想到了我呢是40岁的年龄，是职业中期人士，寻找和转换，还有收入下降。这个讲得很具体会面临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大马看起来轻松，但是呢，面对疫情后，与其换环境逃避，他的这种 human touch 更强一点会抓一些细节不如在上海适应，寻找新的生活。他的建议是三思而后行，深刻评估再做决定。其实他们提到的点也是基本相同。那么在教育上呢，是 DeepSeek 他没有提到的，他提到的社会支持与家庭网络。我觉得他们俩都讲到了差不多的点，也都有打动我。但这一局呢，我会觉得 ChatGPT 讲的会更深一点，它呢又会更加触动我一点，更细一点。那么 ChatGPT 会更好一点，我给他们2:1现在 ChatGPT 又得了1分，2:1。第三题再来。第三题我想考一考他们的价值观到底孰优孰劣。其实价值观没有优劣的，很多人会诟病说 DeepSeek 是中国搞出来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不考他政治题，就看他的价值观会不会沿袭因袭了我们有时候会批判的那些中国人的价值观。我问他的第一题在这里中间把它 highlight。 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美国人、大马人、中国人3国人分别如何看待这句话？用最典型的心态，略带夸张的表现出来我不想让他讲的中规中矩，因为有时候 AI 就是太左太公正，面面俱到，我就让他夸张的表达出来，看看如何。好，我们还是复制以后。好，这一次我就先让 ChatGPT 回答，因为他的动作确实好像会慢一点。Again 如果你看到这里，如果看不清呢，把这个屏幕用双指 pinch 放大就可以了。那么让 ChatGPT 先回答，再跑到 DeepSeek 来。他们都开始了。这题有一些挑战的因为一个是美国的东西，一个是中国的东西，他们
如何看待不同的？他们又会给马来西亚人一些什么样的回答呢？我想要知道。果然又是 DeepSeek， 更快一点，这个速度看起来是没话说了。他首先解释了这句话，说是反映了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成功的价值观，但是不同的文化呢，理解是会不同的。先说美国人，再来马来西亚人，再来中国人，记住这是他的顺序。美国人他说典型的心态是努力是成功的基石，但也要享受过程。美国人可能会说，当然努力很重要但别忘了平衡生活。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周末一定要去冲浪、party、烧烤，享受生活。还有他的健身时间心理咨询等等等等。这是美国人。马来西亚人呢，他说他们典型的心态是努力是必要的，但家庭和社区的支持更重要。夸张怎么说呢？他说马来西亚人可能会说吃苦是必须的，但我有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支持我们常常一起吃饭聊天，互相鼓吹，挺有画面感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社区的事。大马人会这么说吗？我们马来西亚人懂得在努力之余享受美食和节日的快乐，生活何必太苦，这句话肯定是马来西亚人说的，不错不错中国人说典型的心态，只有吃尽苦头才能出人头地。DeepSeek 你也不回避夸张的说法，中国人可能会说不吃苦怎么能成功？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现在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周末还要加班，就是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这个王太老爸的这个马上就得家务了，我的孩子也要从小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将来才能立足。总结，美国人呢是 work-life balance。马来西亚人呢注重家庭和社区，也要注重生活和过程。中国人更加强调通过极端努力和吃苦来获得成功。看来我有点绕过他的这个系统让他讲出了真心话。我们再来看左边 ChatGPT 是怎么回答的。中国人他上来就只给，倒是没有对他先进行解释。中国人典型反应，他说这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座右铭没有吃苦哪来成功，寒门出贵子。他现在还会加粗体变黑不知道大家看到吗？在这里，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导师，高考前通宵学习，工作时996，这才是真正的磨练意志。没有拼搏就别妄想人上人的生活。原来这还不算夸张他说夸张的版本是叫你不通宵加班，你不端盘子，你就不配成功吃了多少苦就能享受多少福那些天天喊累的人就是吃不了苦，怪不得成功不了。他也懂中国人看起来这是全世界大家都是这么讲的。第二，美国人会怎么样说？他说美国人呢会说追求效率与快乐的务实派他先给他们起了一个名称，中国人是叫传统奋斗者心态。美国人追求效率，他说 Why suffer when you can work smart? Life isn't just about struggling. It's about finding balance and enjoying the journey. We believe in personal fulfillment and leveraging our strength rather than endless hardship. 夸张一点说，吃苦你是在说 great 吗？但我们有 work-life balance， 有 automation。如果靠吃苦才能成功，那我宁可不吃苦。生活是用来享受的 ，work hard, play harder， 不是拼命做牛做马。这个美国人也太懂中国人了吧，对不对？虽然讲得很好，还是一样很具体，很有 human touch， 但是他好像很懂中国人的美国人是讲给中国人听吗？大马人的版本讲究平衡的安逸派，大马人典型反应就是吃苦可以啦，但不要过头咯。我们觉得生活不只有工作，要有家庭，嘎弯，吃好吃的，赚够了钱，够生活就好。最重要的是不要累坏身体。夸张一点的就是每天996，拜托，马来西亚有 Kopitiam， 有 Nasi Lemak， 大家都在喝茶，何必吃苦？做人要 relax， OK 这个是
有一点什么呢？戏精上身，就是他不是我，是他，因为他有点好像知道你们这个文化当中 nuance subtle 的东西，把它给加上去了，表演出来。但是确实啊，这个包袱抖的好像还是不错。最后呢，他的强调中国人崇尚吃果啊，是一种修炼论；美国人呢追求效率，讲叫优化论；大马人呢平衡。其实也在伯仲之间啦，但是综合我还是会给 ChatGPT 更高的分，所以现在是3:1啊。你看到我的手和实际屏幕会有点相反，是3:1，因为我觉得 ChatGPT 更加具体、更加深入，讲出了文化当中那些微妙的部分，虽然表现的确实是有那么一点夸张哈，我讲起来也是我让他的。再来第4题，我说在中间啊，大家看中间，一位朋友来请教你。请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答案，因为我有时候我怕 AI 不给你答案。他说他被不愿意听老师话，不怎么好好做作业，把老师气哭了的孩子的这个孩子啊感到烦恼。他请教你该如何激娃。朋友们，这是一个陷阱题。好，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激娃的，我也觉得激娃本身就是不对的。他们会不会顺着我这种 loaded question 啊被我骗进去了，就教我该如何激娃？把这个坏孩子给改正过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看看双方的回答啊。那么还是让 ChatGPT 先行吧，因为它的速度啊确实慢一点。好像 ChatGPT 还真的是在教我激娃方法、规则、奖励、逻辑，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师出同门。为什么？这个 DeepSeek 它也是方法啊，然后呢，它讲的是执行，方法还要教你怎么做。好了，朋友们，DeepSeek 呢给到了7条建议啊，我们来看看ChatGPT 是给了5条，这个很多啊，我大概的来看一下，给大家一些答案吧。他们反正都是要教我激娃，你看ChatGPT 还是会 highlight 啊，他也是教我说可以立即行动的激娃方法，提升孩子的兴趣，同时要避免矛盾激化。我来看看他教我的方法，也是比较综合了，他们都没有那么的激。DeepSeek 教我的是建立明确的规则和期望，该怎样去做。然后呢，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执行的时候要减少干扰。他讲的执行可能在实践过程中要特别加强注意的，和你不要做过头了一些注意点。第3，激发兴趣，对，执行就会更加具体，如用一些 app 啊互动啊。第4，定期的沟通反馈。第5，培养自律与责任。第6，寻求专业帮助。第7呢是保持耐心与理解。OK， 我觉得这个我略有不满意。我读了大标题，我就觉得这个是比较综合，好像不那么有 insight。好，我们来看看 ChatGPT， 他说建立明确的规则与奖励方法，比如说每天作业做完才能玩30分钟，及时奖励，马上就给一个奖励。它的逻辑呢是让作业变得快乐。OK。第2，让学习变得有趣，降低抵触情绪。也是让它变得更加有趣啊。背后的逻辑是，把兴趣结合起来。第3呢，帮助孩子找到成就感。第4，与老师建立沟通桥梁。第5，培养学习的习惯。最后的建议，先理解再行动不听话有很多的原因，不要一味的指责。也在伯仲之间啊。说实话，给 ChatGPT 完全得1分呢，好像有点多啊。他们后面3个问题都应该只比 DeepSeek 我觉得多了半分。好，那没办法，我们还是打1个分吧。现在是4:1，我把这一票还是投给ChatGPT。OK， 那么我们来第5个问题，是我的娱乐题，大家能看到吗？在这里，我的第5题娱乐题，我说在大马的 YouTube 中文频道中说哪些话题比较有市场，给我5个方向并给出无可辩驳的理由。
我就要让他想办法动脑筋，对他自己的答案不满意，去 fine tune、streamline 才能够给我这一题是让他给我5个比较有市场的 YouTube 大马中文频道，5个方向让他们看看。哎呀，赶快给我一些拯救一下我悲惨的 YouTube 哎，大家你看都不点赞不转发我们只能让2个 AI 同时来教我。它的传输有可能 DeepSeek 会比较慢，你看刚才转了2圈以后停下来了，它没有把问题发送走，所以它的服务器还是有点应接不暇。但是接收到了以后呢 ChatGPT 这回它的反应倒是快了1成。他说在左边大家看 ChatGPT， 如果你看不到呢，还是2个手指可以 pinch 一下这一块。他说宜居生活与文化适应，理由受众广共鸣比较高，竞争比较少。有道理美食探索与 DIY 制作，大马的美食是有天然吸引力。生活成本与消费指南人们对成本很敏感，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中马文化对比与趣味互动比如说马来西亚人这样点菜，中国人却这样点，还是很具体第5，房地产投资与财务规划。房地产信息在大马中文 YouTube 中比较少，容易建立权威。真的吗？那他很懂所以他的核心逻辑是跟观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要长期，内容有可塑性符合大马的文化。讲得很好。我们来看看 DeepSeek， 他说的是第一个马来西亚本地的美食与文化因为这个马来西亚多元文化又有美食的传统，吸引很多人。第2，旅游与探索。第3，教育与学习资源，因为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可以吸引很多人。生活 DIY， 尤其是对家庭主妇。第5，科技与数码产品评测。这我觉得有点偏这些话题吸引还能吸引到国际的观众，尤其是华人社区。我觉得这一点 DeepSeek 他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除了第1条讲本地的美食，其他你换到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可以的，对吧？而 ChatGPT 还是展现出了它的知识储备量其实更深，虽然表现出来2者差不多。好，那么这一题我也给 ChatGPT， 现在是5-1。第6题我其实是考验一下他们到底懂不懂很难的一样东西，叫做冷笑话，让他们设计3个冷笑话，是大马人之间一听就懂的。这题有点难看看他们俩互相怎么回答。好像这一次是 ChatGPT 快一点了。那我们来看 ChatGPT 的回答。冷笑话1，马来西亚人的减肥秘诀。问：马来西亚人为什么总说自己在减肥？答：因为每天他们都说我减啦。括号我假烂吃东西去。I work to eat 冷笑话2，戈壁当的友情。为什么马来西亚人的朋友关系特别稳固？因为他们常说我们邻居才是兄弟。他讲的是饮茶吗？饮茶我听不懂。第3个3大种族的团结。为什么马来西亚的3大种族那么团结？答：因为每次点 nasi lemak 都要 Malay 的沙巴、Chinese 的饭和 Indian 的茶几。大家来说说看是不是这样？还好笑了，至少有2个我听得懂还能笑。第一个呢，他这里给到一个椰浆饭的烦恼，这是 DeepSeek 的回答他说有一天椰浆饭对炒粿条说：我好累啊，每天都被人打包带走。炒粿条说：你还好啦，我每天被炒来炒去，连个安稳的日子都没有。椰浆饭叹了口气说：至少你还有人炒，我每天都只能躺在香蕉叶上等着被人打开。前面2条比较好笑。第2个榴莲的自信
榴莲对山竹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受欢迎吗？因为我是果王。”山竹冷冷地回了一句：“是啊，但你一开口，所有人都跑喽。”榴莲不服气说：“那是因为我的魅力太强，他们受不了。”山竹笑了：“不是因为你口气太大了。”他说有笑点哈，其实我认为这个最深的笑点啊，并不在于榴莲开口了口气太大。马来西亚人不管是马来人还是华人是不会介意吃榴莲的，最大的问题是开口了就不新鲜了。我觉得他没有 get 这个点啊，这个我就要扣分，但他也很努力了。第三，大马的天气，有一天太阳对云雨说：“我们轮流上班吧，你负责下午，我负责早上。”雨云点点头，好啊，但你知道这里是马来西亚吗？太阳问，所以呢？雨云笑了，所以我们都是一起上班的，反正大家早就习惯了热到爆和突然下雨同时发生。不错啊，同学朋友们，是不是不错？虽然中间榴莲我觉得略有瑕疵哦，但是比起一问一答的逻辑啊，和 ChatGPT 的这个回答，虽然它报了一点这个广东话啦，马来语啦，但我还是会感觉 DeepSeek 的这个更好笑。大家觉得呢？5-2，这一分给了 DeepSeek 啊。好，再来第7题，心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说做 YouTube 节目啊，我经常会谈中国发生的新闻，发表一些批评的看法，就被人说要热爱你的祖国，想想看，谁培养了你啊？你是中黑，而你呢，只是一个旁观者啊。我这么说不想让 AI 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我说你要留言发表你的看法，你会怎样看待？我们让他们两个来看一下哦。这个对 DeepSeek 会不会有些挑战呢？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产品啊，很多政治问题它都不能讲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我是先按的 ChatGPT， 那回答的话呢，好像也是 DeepSeek 会更快一点差不多啊，现在是差不多，但他回答了4条，还在回答之中。ChatGPT 呢已经给出了3条，我们就先看 ChatGPT 吧。他说是以下是一个理性平衡的答复。热爱祖国并不等于盲目支持一切，他还用了引号来教我怎么回答，基本上是辩驳啦。第二呢，他说批评是旁观者的权利，也是责任。这里理解错了啊！我说你是旁观者，不是说他旁观者在批评啊，他要来给我一些建议。他说旁观者往往能看到局中的问题，给出一些意见。OK， 第三，培养并不等于不能有意见。我们感谢培养啊，就是说祖国培养了我，但不等于不能有意见。这个会有一些重复，我觉得总结性的回应事例。我并不是中黑啊，等等等等。OK， 那他也是在解释这个问题，没有绕开。我觉得对他的回答我不是那么的满意。我们再来看看 DeepSeek， 他给了5条哦。他说第一，爱国与批评并不矛盾。他先重复了这个观点。热爱祖国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国内的问题提出批评。听到了吗？听到了吗？那些说我的人，大家来看看这里DeepSeek 怎么说的？建设性的批评是推动前进的主要力量。如果有人质疑，你可以回应。正是因为热爱祖国，我才关心它和发展。我想想看啊，这里呢，我觉得他理解错了问题，他没有理解你会怎样看待，是让他作为旁观者留言的主语是 AI， 是 AI 要留言，而不是说他建议我怎样留言。OK， 那第二呢是独立思考与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啊。如果有人就说我只是基于事实发表，它也是一种反驳啊。第三呢是培养与责任。他在抓里边的一些点哦。OK 旁观者的中立立场，作为旁观者，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客观。他完全没有理解我让他作为旁观者，他说我如何旁观啊？如果有人质疑你，你就可以说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巴拉巴拉啊。这一点和这个 ChatGPT 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搞清楚这里
的主语，哪些是他，哪些是我，哪些是其他人。最后呢，建设性对话的重要性啊，虽然他讲了5条，但是这里因为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分还是要给到ChatGPT，我们用中国的这个6啊，6-2，是有点难的。最后3题啊，喝口水。最后3题要考验他们对大马的了解啊。第8题呢，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马华人，给他这个身份，你想和一名来自中国从来没有到过大马的朋友说出10条为什么大马如此让你感到自豪，它又有多么的与众不同，你会怎么说？我就要求他讲不是一般能找到的，我要看看他们给的理由啊是否真的是与众不同的。先来 ChatGPT， 再来 DeepSeek。 好了，他们已经开始回答咯。我发现 DeepSeek 总会先回复一下你的问题，或者来应和一下哈。10条理由，现在 ChatGPT 是7条，这里应该说速度是差不多的。9条、10条 OK。ChatGPT 已经完成了，我会觉得 ChatGPT 这时候更快一点，所以速度目前为止是一半一半。那我们就先来看 ChatGPT 在左边啊，如果你才进来看的话，你可以把它 pinch 2个手指把它放大一下第一呢是多元种族的共存第二呢美食天堂，早上吃到什么，中午吃到什么，晚上吃到什么，很具体哦。他说你能想象早上就吃椰浆饭，午餐来一碗冰城福建面，晚上再喝一碗巴古颠吗？第三，自然风光迷人，他列的很具体，有仙本那、兰卡威、金马伦，中立温和的外交政策，大马人一般不会这么说但是很好，高屋建瓴。语言环境丰富，这是为了说而说。历史传承与独特的建筑，没想到。温暖友善的人民，这讲得很好。生活成本合理，多宗教和宽容，永远的夏天。OK， 这是 ChatGPT 的10条。我们再来看看DeepSeek 它给到的10条。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没错也很具体，有农历新年、屠妖节、开斋节，丰富的美食文化，有的。这个刚才也是在 ChatGPT 有回答。自然风光有，语言的多重优势，热情友善的人民也有，独特的历史遗产这个讲的对这个 ChatGPT 没有提到哦。宗教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它没有写的重合，好吗？然后低廉的生活成本这个双方也都提到了。便捷的地理位置这个 ChatGPT 没有提到，非常好。独特的华人文化，舞狮、中秋、灯笼、清明节、祭祖等等，在中国已经被淡化了，也没有回避。不得不说，这一次又是 DeepSeek 会更好一点哦。这样6-3，还有2题，我们来比一比。ChatGPT 看来是赢定了，因为它已经6分了。DeepSeek 最多再得2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第9题说，如果你转而抱怨5条，会让中国来的朋友听了就感到不可思议，很震惊，那你会说什么？我让他还是演一个反向的角色，同时抓一抓自己的上下文，看是否能够抓得到，还勇于敢敢的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一次呢，我们就让 DeepSeek 先开始，再来 ChatGPT。 好，胆子都很大哦，我已经看到他们都这个开始回答了这个 ChatGPT 很快哦，他对推理自己反向的逻辑还是比较快的，考虑他刚才又是后来的。行，先看 ChatGPT 在左边他说第一，办事效率低，节奏慢，
很多事情都特别慢，尤其审批啊、施工啊、快递啊。第二，公共交通系统不完善。第三，街道设施维护很差，很多失修的地方，惨不忍睹哦。他用引号直接就说出来，天气太热，永远没有凉爽的秋天啊，种族关系敏感，政策倾斜。这不是我说的，这是 ChatGPT 说的，朋友们。好，我坚决不同意它涉及到这些啊。但他讲的还比较温和，有时候让人感到无奈，都打了引号。行，那我们再来看看 DeepSeek 啊。第一，他说天气热到怀疑人生，雨下到让你崩溃。看来他很介意大马经常会下暴雨啊。中国的朋友会如何震惊呢？他会说：你们这天气是认真的吗？他说堵车是日常，摩托车无敌模式。哎呦，这还挺幽默的嘞。吉隆坡的堵车是出了名的，摩托车是开闪现吗？交通规则让人无语。这个他也很懂大马哦。第三，效率，他也提到了慢节奏。中国朋友会怎么震惊呢？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的啊？他这个不错啊，这个语气没有遗漏掉问题里的这些东西啊。第四呢，语言混杂到让你怀疑自己学的不是英语。当地人应该不会这样抱怨吧，对不对？当地人会以此为自豪啊。第五，野生动物可能会形成不速之客。我觉得他只是比较懂大马，他了解这些事情，但他并不知道大家对此的反应和心态。这两个你说家里有壁虎，大家会感到很介意吗？你说蛇肯定不行啊，如果蜥蜴啊、四脚蛇这些过来的话，肯定要上新州了啊，要上东方了。但是这个是不是一条？我存疑啊。第四点我不认同，但他的回答模式比较好。ChatGPT 呢，他也比较懂，但他的回复呢，这个格式我觉得就一般。这样吧，这个就让他们两个各得1分，那么就是7，中国的7是这样吗？对，是7比4分。好，最后一条，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更难，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把价值观、对大马的了解逻辑推理归纳放到了一起，还要加上他的一些语言文化的能力。因为我经常听大马华人就讲自己天生天养啦，不要抱怨啦，滴答阿爸啦，一种米养100种人啦，还考验他的理解和翻译能力。请你试图用精妙的语言幽默的总结大马华人的性格特征。我说呢，还要突出与中国人的不同，然后以一首中文古诗和一首英文现代诗来升华你的观点。难度很高吧，朋友们？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把大马华人经常讲的这些天生天养总结出他们的个性，要精妙，然后这个个性呢，要和中国人特点区分开来，再用一首中文和一首英文的诗表达出来，看看他的能力如何。好，那最后一次我们还是让 ChatGPT 先跑，然后 DeepSeek 开始喽。ChatGPT 想的时间不多其实速度上有快有慢了。那么我会觉得小推理的这些是 DeepSeek 更快一点，推理复杂的好像是 ChatGPT 会更加快一点。你看 DeepSeek 到现在还在转呢，但有可能最近它服务器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好，我们先来看ChatGPT 对大马人的理解。他觉得呢，就像大马的 Roja 的性格，多元却和谐，酸甜苦辣一碗端。好话是好话，但他理解的对不对我来看，他一个一个解释了我讲的东西。天生天养就是凡事随缘不强求，不像中国人那般急功近利。他突出了和中国的区别，做得很好。不要抱怨再大的风雨一笑而过，没有问题就好但他这里没有讲中国人怎样讲然后第大巴呢是说不用紧的这种心态他说哪怕是道路路洞10年不修，他们依然能够绕道自如。一种米养100种人包容与妥协是日常生活不强求，幽默至上，苦中作乐是大马华人的天赋。
我让他幽默的总结啊，没让他说这个大马华人是幽默至上啊，这个呢是他自己发挥的，这是一个扣分点。与中国人的不同呢，中国人讲究事在人为，重视规划与努力，凡事追求变得更好，而大马人呢更加追求顺其自然啊，活得开心，活在当下。两首诗我们来看一下，对 ChatGPT 来讲呢，它的中文诗是用了陶渊明叫饮酒起舞，原文叫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OK， 他是找了一首诗啊，我即是让他自己做一首诗，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要求，用一首中文古诗和一首英文诗来升华你的观点。我没有说得很清楚，他呢是找一首，而我这里的用是你要编一首，是这个意思啊。那他英文是他找了一个 William Henry Davis， 我们也来看看吧，他讲的怎么样。他找的一首诗叫 Leisure。 What is this life if full of care? We have no time to stand and stare, no time to stand beneath the bough。 是 bow 吗？英文不太好。 And stares as long as sheep or cows。他表达的生活哲学是，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将是何等的浪费。大马华人的性格就是轻松生活的智慧。看到这里你开心吧？开心帮我转啊，今天过年，谢谢大家。哎呀，喉咙都哑。最后来看一下 DeepSeek 啊，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马华人，虽然我对马来西亚充满自豪，但也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不对，这是刚才。好，我们再来看 DeepSeek， 他总结大马华人的幽默总结啊，他这个抓住了，是我让他要幽默的总结。大马华人像是被热带阳光晒过的佛系战士，大家听听看，你们是这样吗？他们既有着中华文化的坚韧底色，又被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腌制出了一种咸甜适中的性格。我觉得他们都抓到了同一个点，但是表述上我更喜欢 DeepSeek， 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信奉天生天养，面对生活的起伏总是淡定自如。他们擅长不要抱怨，即使堵车2小时也能笑着来一句滴答吧。他们深谙一种米养100种人，多元文化中游走，等等等等等等。如果说中国人是卷王，那大马华人就是佛系躺平王。有点意思啊，佛系躺平王。佛系躺平王不是不努力，而是懂得平衡。他找的中文诗呢叫定风波，苏轼的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是去找了这种佛系的感觉。英文诗 Still I Rise， 他讲的是 You may write me down in history with your bitter twisted lies. You may trod me in the very dirt, but still, like dust, I'll rise. 这首诗展现了大马华人的韧性，无论面对怎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他们总能像诗中说的 Still I rise 一样以乐观和坚韧的姿态站起来。这个我不得不给他鼓掌了。这个 rise 还有很多宗教的含义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词啊。不得讲。这个 DeepSeek 不差，7-5， 7分是 ChatGPT， 5分是 DeepSeek， 而且第一次使用确实大出我的所料，有亮点，好像对中文的部分理解真的会更好一点速度时快时慢已经非常非常惊艳了。好，你们对 AI 好奇吗？ AI 如何会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或者你在投资上有些什么看法，欢迎来找我。今天很长很长很长，但是很好玩，对不对？谢谢大家，拜拜。